这5位当今世界的大人物，本来他们想背着自己老百姓搞点小猫腻，没想到啊，一不小心玩砸了。他们是谁呢？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8号，开始我们今天的5件要闻。这5个人啊，无一例外全把自己的猫腻玩砸了。我们先看第一个报道。今天啊，《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登出了大统领川普啊，他居然敢挪用军费去装修他个人退休后使用的空军1号。报道呢，在这儿呢，我就不给你飞图了啊，现在还不太熟，仔细看看，在这儿呢。我节选一下它里面的核心要点。首先背景交代一下，卡塔尔在今年的上半年啊，他的国王要赠送给川普一个空军1号，说这个飞机啊是专供你退休以后使用的。我们来看报道哈，7月28日，《纽约时报》卡塔尔送给川普的那架飞机正在进行偷偷的装修和改造，但是由于花费巨大，现在他只能挪用军费。这个项目呢，被称为失控的项目。老化的陆基和导弹现代化改造计划中划转了一笔9.34亿美金的神秘资金。在最近几周里，国会预算的调查分析人士认为，那笔费用其实被偷偷塞进了一件五角大楼的文件中，名义上是划拨给一个未具名的保密项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费用包括川普迫切希望在他任期结束后投入使用的那架金碧辉煌的新空军1号改造费用。尚不清楚这笔费用的具体金额，但空军官员私下承认，为了这个复杂的项目，他们动用了核现代化的经费。怎么说来着？要想人不知啊，你就除非己莫为。尤其是在美国这200年制度里，你总统无非是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负责人而已，又不能是一手遮天啊。只要权力你不受制约，他就会受到监督。你看啊，美国公民的素养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力量。你把这个9亿多去改造你退休后的那是国家利益吗？那是你退休后个人享用。虽然说名义上捐给了这个川普图书馆，但使用者呢，你那时候已经是退休官员了，可以说呢已经是平民了。哪个先总统有这种待遇？所以说啊，真正花这笔钱的空军官员啊，把这事儿捅给了《纽约时报》。在这儿呢，我明确说一下，纽时虽然作为说偏左的媒体，大家你不管他左的还是右的，只要他说的事儿是真的就行了，真相他没有左与右。那你说川普会不会勃然大怒，并且要告这个《纽约时报》呢？有可能，因为上星期啊，就是《华尔街时报》就爆出了老川在50岁的那个叫什么爱泼斯坦生日的时候，不是画了一个低俗的画吗？他就要告这个华盛顿邮报啊，《华尔街日报》。而且要索赔100亿美金，我感觉他这个官司99%会输掉的。因为首先说，他说我没画过这个画，但问题是人家拿到了，不光他拿到，我都拿到了，这事儿都公开了啊，简要给你看一下。因为这个图比较低俗啊，我就给你节选一块敏感地方，我已经打码了，你看一下，这就是老川当年画的那个啊。那个签名的地方我已经模糊化了啊，这个少人可以看。总之可见，老川50岁那年呢，品味也不咋地。当然那个有空我看了一下，我一共看了9遍，我就觉得简直不堪入目。所以说啊，老川你现在想抵赖几乎是不可能的啊，那100亿也更不可能。另外，你挪用军费，这和大清朝那个慈禧把这个海军的军费挪用了建设他私家园林，这有啥区别嘛？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相信美国200多年的纠偏机制啊，还是大家要有信心。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他还有脸说那个鲍威尔装修超预算吗？你这直接9亿，人家何况没超呢？第二件事啊，除了老川之外，第二个玩线的就是那个小海克塞斯国防部长。这个部长他实际上最高军衔仅仅是上校，最高带领国一个排，他属于正排级国防部长。
他最近玩什么线了呢？是因为在他上任初期啊，是勉强通过50比50的时候，万斯投了那关键一票，才让他当上这国防部长，来的不容易吧？那上任没多久就出了一个糗事儿，就是当时的国安顾问叫沃尔兹，他拉了个群，把大西洋月刊的总编拉进去了，但真正泄密的不是总编，总编只是拉错人而已，泄密的是他。他把那攻击计划提前一天发到群里了，就是那 Signal 的那个保密软件。所以说这件事以后爆出来呢，舆论哗然，最后国安顾问辞职了，把他给保下来了。但是你别忘了，他自己用这个 Signal 呢，还组了一个小群，除了自己的律师啊，他老婆也在这群里，那里边曾经分享过一些事儿。这事儿爆出来以后啊，他就要查，严查内鬼，能知道我这些事儿的人不超过20个人。哎，他居然想了一个非常拙劣的办法，他要对自己的高层啊要上手段，那就是测谎仪。这个我感觉是有点侵犯隐私权了啊，不尊重你的高级将领。他要上的手段人啊，很多可都是中将和上将，你仅仅是一个小排长啊，你不就是无非获得这个总统的认可吗？你又不是军功上来的啊。当然，这个美国制度没办法。他上手段的人里啊，就有一个他惹不起的人。这个人物呢，叫做叫国防部资深顾问佛伟。他要上这个手段，他在收到命令以后啊，就直接投诉给总统府了，因为这家伙他有通电的关系，他有好朋友就是现在白宫的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就是光头那个白俄罗斯移民那个后代。这个米勒啊，感觉啊，我的人，你国防部长，你就敢给上手段，这哪成啊？而且这个人他始终是个马哥的铁杆儿，他是老川的铁粉之一，所以说他就把这事儿应该是往上汇报了。据报道呢啊，这是华盛顿邮报26号独家报道，海克塞斯团队命令接受测谎，韦佛对此非常不满。然后呢，他对移民议题是相当鹰派的，而且他是白宫副幕僚长米勒的亲信。然后呢，他就投诉到白宫，白宫出了一个据称与川普关系密切的有利人士打电话介入，叫停了这个人士。我感觉不太可能是米勒，毕竟级别不高，这有可能啊，就是老川的大管家苏菲，就是幕僚长给你国防部长打个电话啊，这个还是管用的。你看这国防部长玩线了吧？今天呢，我得到一个消息啊，我也感觉很气愤。这是老川的一个铁杆支持者，差点就成了这个教育部长候选人了。他最近出了一个什么糗呢？我们来看报道哈。先说他的身份啊，看一下人啊，就这位，这位是官拜深红州，美国中南部的圣经带，他叫俄克拉哈马州，这州就几百万人，他属于深红州长、参议员啊，他全都是共和党。那这位教育总长干了什么事儿呢？这就相当于中国的教育主任吧。他呢召集手下是昨天在自己的办公室，而不是在会议室开了一个会，讨论什么员工的待遇啊、教师的资格审查呀，还要推广一下他制度。但是正是他讲话的时候，突然他办公室那个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裸女，直接把这个底下的人给惊到了。那赶紧的秘书提醒了以后，他感觉不对了，忙不迭呢就把那个电视给关上了。哎，你作为一个管教育的负责人，出现这种事在自己办公室突然跳出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他平时在办公室他没少看这个，这属于自动播放。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物啊，他可不一般啊。我们来简要看一下他的政策哈。他推行的是什么呀？哎，我们必须要坚持保守，然后呢，他要在学校里推广圣经，而且要推广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要反对那些多元化。就这么根正苗红的一个妈个，居然背地里啊，在办公室里居然欣赏这种，哎，这可见着极右翼啊，有时候说话言行不一啊，可能是一个常态啊。那我们再说第三个吧，说说国外的。
第三个说一下普京，他最近玩砸了什么呢？最近啊，他要向中国大量的采购土豆和其他蔬菜。我们看这个俄通社的报道啊，截止到5月份，光阿穆尔州就进口了中国的3.2万吨土豆，而去年的同一时期只购买了823吨，足足增长了40倍。这俄罗斯不是出口土豆吗？怎么向中国买土豆啊？原因在后边呢。俄罗斯每年粮食出口超过5000万吨，但这样的农业地图啊，它有个问题，就是劳动力不足。这劳动力累活啊，农业谁去呢？打仗去了，现在伤亡已经超过了100万人，造成劳动力短缺。所以说，大量的黑土地啊是无人耕种。除了土豆呢，连黄瓜、西红柿、洋葱这样的家常菜都依靠中国进口。自2024年，一共买了3.4亿美元的蔬菜。他呢，明显知道自己人不够的时候，想了一个办法，他想引进这个印度的劳工，今年计划引进100万人，但是我感觉这个不一定实现，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出过一个事儿，他在印度大量打广告，说来我们这儿种地啊，绝对不上战场，但你真正进了大俄境内，你说了就不算了，哪怕你犯一小点错，比方说和失足女，对吧，帮助了一下，你这就是事儿，那就要不要避免惩罚，那就是上战场。说上战场你只管后勤啊，不再干前线，只挖战壕，去了以后啊，发你枪发你手雷，你就往前冲吧。所以这些人啊，通过互联网向印度的这个当局求救。这印度莫迪总理啊，是亲自飞到莫斯科是捞人。当然了，大多数人都给捞回去了。那莫迪他也长记性，你现在2025年了，你要让我出口100万劳工给你种土豆，那怎么可能啊？迟早有一天被你以各种理由呢给你送上战场啊。那有没有其他国家能上这个钩呢？比方说和他关系比较近的东亚国家，这个咱有待观察啊。再说第四个，这个哈梅内伊自从这个幸免于难以来，因为当时已经知道他的藏身之处，但是没有斩首，其实呢也是给他留个生路啊，让他把这个叫停。但是目前看是死刑不改，他又开始干了啊。我们看当地的报道，哈梅内伊最近获得了 S400的最新版本，简称 SAM 系统，并且于昨天在伊斯法罕进行了首次试射，又缓过来了。以色列国防部长马上回应，卡斯回应，我想在这里向独裁者哈梅内伊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你继续威胁以色列，我们的长臂将再次伸向德黑兰，而且力度更大，这次也会伸向你本人，不要威胁，否则受伤害的是你。你再玩再玩的话，这次就可能要真斩首了。上次应该是老川拦着，他不想把这事搞大，但这次你老川有啥主意啊？因为他缓过来，他还要搞那个试射啊。第五个，咱们说一下亚洲一位人物啊，也是一位政治老狐狸洪森，原来的名字叫这个云生。这个人物他实际上是柬埔寨的太上皇，现在的职务叫做参议院议长及国王主席团顾问，这个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因为他当了38年的首相，政府一把手，岁数大了啊。后来呢，就传给了自己人。这个自己人不是亲戚啊，是自己儿子。他呢是大儿子当首相，二儿子当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啊，三儿子呢担任这个警察部队，女儿呢担任电视台负责人。所以说呢，枪杆子、刀把子，还有什么间谍系统，包括那肉喇叭都是他一家人的。他一家人就开个会，这属于叫国务会议了。他最想玩什么呢？就是因为和泰国边境有纠纷呢，为了转移国内的压力，他就想玩一把，然后在泰国附近埋了个地雷，炸伤了一位泰国军人。泰国这次终究是找到出兵的理由了。所以说呢，经过了 F-16经过了海军、陆军、陆海空3军一起动作，现在这个泰国军队不光轰炸了内陆的指挥所，而且突进到了争议地区，现在算是占领了。你看玩线了吧？因为以柬埔寨目前的军力它空军没啥好飞机坦克也不咋地，
所以说现在只能到处求饶，而且让川普介入。根据今天最新的消息啊，东盟的主席国马来西亚总理让这俩人啊算是握手言和了。虽然说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你别忘了，泰国可没撤军呢。现在他几乎占领了争议地区，那个百威夏寺所在区啊，像泰国实际占领了。停火以后，那能不能回去啊？这个咱们就有待观察了。所以说这个老洪森偷鸡不成啊，反而是失了把米。好吧，这5件事和大家分享结束了。最后我问一下，你觉得东大的民众有没有可能在老普大帝提供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到大俄去摘土豆呢？因为毕竟现在工作不太好找。关键这件事儿，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观点。咱们明天见。